创世纪呢，讲述了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前往哈兰，然后又从哈兰前往迦南地，又曾遭遇饥荒而前往埃及。很类似的呢，雅各为了逃避以扫而逃往哈兰，之后也再度回到迦南，最终还是前往了埃及。而相比之下呢，以撒的生命要安稳得多，他迁移的次数也最少，他倾向于种植而不是牧羊。从他们的经历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带领，也同样看出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不同的托付。创世纪的26章讲述以撒因为饥荒前往基拉尔，就是非利士人住的地方。这里应该是最早提到的非利士人，他们的王亚米比勒呢，英文是阿比麦勒克。这个阿比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的父亲，而麦勒克的意思呢是王。那合在一起呢，这个亚米比勒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。在此之前呢，创世纪的20章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也出现了亚米比勒这个人，经文使用了基拉尔王亚比比勒。这里呢还是没有称呼他是非利士人的王，但是提到他们住在非利士地，所以非利士在当时呢只是一个地名。后来非利士人强大了呢，差不多整个的旧约历史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称呼常常出现在圣经中。后来人们在埃及的发现了非利士人的石刻，由此呢人们才可以还原出他们可能的装饰。非利士人最繁荣的时候，他们有5座大城：亚什基伦、亚什突、以哥伦、加特、加萨。以什基伦呢是青铜器时期最繁荣的城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找到了非利士人当年的遗骸吧。经过 DNA 的测定呢，发现他们有欧洲人的血统，这样的发现也是合理的，因为非利士人又被称为是 Sea People， 他们当年主要居住在今年以色列的南部沿海的平原地区，而以色列的中部呢是山地，那是非利士人不感兴趣的，大概是因为航海的缘故，他们拥有了比较先进的技术。在士师记中有这样的话，只是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直到后来的公元前7世纪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攻迦南，包括毁灭了耶路撒冷，非利士人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。我们今天世界上称以色列人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为巴勒斯坦，英文是 Palestine， 而圣经中说的非利士人的英文是 Philistine。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在罗马时期呢，就是公元70年，犹太人暴乱，遭到罗马政府的镇压。罗马政府呢，在镇压起义之后呢，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，他们一个是不准许犹太人继续生活在那里，同时呢，也不准许这个地方再叫犹太地，所以改名为巴勒斯坦。所以我们看到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呢，虽然与当年的非利士人在称呼上很接近，但却没有实质上的关系。圣经讲述的历史呢，使我们看到好像历史是在不断的重复。比如创世纪的20章讲述亚伯拉罕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之间的基拉尔。接着呢是发生了第二件事，就是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。这样的结果呢，就是基拉尔王亚比比勒呢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当时间来到以撒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做了同样的事情，他去了同样的地方。经文说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他也同样称自己的妻子是妹子，只不过他所掩盖的呢被亚比比勒识破了。第18节呢讲述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曾挖了一些井，后来被非利士人堵住了。那么现如今呢，以撒呢就把他们重新挖出来，并且按照他父亲所叫的名字命名那些井。经文讲述到这里呢，我们似乎看到不是历史在重复，而是以撒这个人的性格呢，他好像不太愿意做创新的事，也不愿意经历冒险的事，
他住的是父亲原来住的地方，连挖井呢，他也是选择他父亲以前挖过的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非利士人塞了他的井，亚伯拉罕呢就寻找机会指责亚米比勒。而类似的是，临到以撒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这么做，而是避开了整境。通常呢，牧羊的人呢都会走很远的路，经历很多陌生的地方，而且牧羊呢就会面对着争夺草地、水井这种资源的事情。当年的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家的时候，经文中提到那地容不下他们，更看出是因为牧养的原因而争夺资源。虽然以撒呢也有牛羊，但似乎他更喜欢耕种，所以神也祝福他所耕种的。经文说他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。然而所不同的呢是，亚伯拉罕好像从未耕种过，他应该算为是个牧羊人。经文中提到金银、牲畜、牛群、羊群以及帐篷。虽然圣经呢记载了很多是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互动，但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。作为牧羊人呢，他敢于冒险，他对周围的那些王都很尊重，但是需要勇敢的时候呢，他又能像一个王那样率领家丁去解救罗德。他的这样的行为呢，赢得了别人的尊重。后来亚伯拉罕的妻子去世了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向赫人那里买一块地，说话呢十分的谦卑。他说：“我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族人，求你们在你们中间给我一块坟地做产业。”我们看到那个赫人回答他的话呢，是用我主请听，并且说是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贵的王子。我们也注意到那个英文呢是用 my lord， 因为希伯来文的原文使用了 Adonai， 那个意思呢是在24章的27节、35节那里都是使用了我主人的意思，那是一个仆人对主人的称呼的。相比之下呢，以撒的一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他也没有经历过大的苦难和挑战。我理解这也是因为上帝在他的生命中呢没有特别的托付，而他的妻子呢和那位诡诈的拉班那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，都是属于心眼多的那种，所以他才会鼓励雅各去骗取长子的祝福。雅各的性格呢继承了他母亲的诡诈，也同时继承了父亲以撒的一些特点，比如他喜欢待在家里，而上帝呢对他有托付，所以上帝让他的一生呢经历很多。他经历了在拉班手下的辛苦，虽然他的生命中也有以撒的性情，那就是逃避。他也曾从拉班那里逃走，但最终那个冲突是躲不过的时候，他也勇敢地选择了面对。总之呢，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与雅各呢都是牧羊的，而在上帝的带领下呢，都经历了很多，也都结出了丰盛的生命的果实。而这位以撒呢，更像是一位定居者，只是平安地度过了他的一生。